萨国居留两道门，一字之差误会人。投资移民萨尔瓦多，有人说开家公司1万美元就能办居留，可是另一边说要投资160万，怎么门槛可以差160倍呢？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大家都说这是官方资料，到底哪里搞错了呢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萨尔瓦多投资移民的居留权，到底哪个才是真呢 ？Vamos！ 投资移民萨尔瓦多到底要多少钱呢？1万跟160万美元差这么多，估计1万那种是假消息吧？答案很有趣，不是哪一边在骗人，其实两个都是真的。真的假的？同一个国家，同样是投资移民，居然可以相差这么多嘞？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萨尔瓦多的资料，但只要跟投钱进去的事情有关联，都会统称为投资移民。这种说法确实便于理解，但其实很容易搞混乱哦。对呀，看了半天都搞不懂。那么1万跟100多万的路径有什么区别呢？怎么在萨尔瓦多就会有2个数字呢？问题不是数字，也不是查错资料，而是查了不同的法律哦。哦，难道还有2套法律吗？可以这么说，首先第一条路是投资者居留，这里引用的是萨尔瓦多的投资法，主要目的是鼓励外资进来盖工厂、做开发、成立企业等等。总之是做大生意吧？听起来不像给一般人啊。没错，萨尔瓦多的投资法里面就有明确要求，投资4000个月的最低工资，换算过来就是大约160万美元了。那另一条路呢？第二个叫公司股东居留，引用的是移民及外国人特别法里面跟投资相关的条文，这才是一般人能走得通的移民路径啊。所以都会说成是投资移民，但是法律本身就不同。对啊，不论是演算法或者是网络分享，都很容易会把大型投资、比特币计划跟这种允许小规模经营的公司股东居留搞混乱了。这让人误会萨尔瓦多投资移民的门槛高不可攀啊！所以都应该去移民局的官方网站查一下公开资料。看来你已经查过了，有正确答案吗？在萨尔瓦多移民局的网页，居留权的申请表格都有公开，跟投资有关的临时居留至少就有2种不同的类别。这样就印证了真的有2套法律咯。没错，来打开移民局网站，第一张看到的申请表是 F04 投资者居留，就是100多万的大型投资了。再往下看看，这里还有一份表格是 F11 公司股东居留，也就是给普通人的申请路径。光看这2份不同的申请表就很容易理解了吧？哎呦喂，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仔细调查，就把萨尔瓦多从移民选项里剔除，太可惜了。所以无论移民去哪里，都要做好功课哦。虽然名字跟投资有关了，但这是完全不同的2条路径，不是要比较哪一个门槛比较低，而是先把投资法跟移民法分清楚，后面才会知道哪一条路才适合一般人嘛。所以普通人要看的不是那个160万美元的大型投资，应该是公司股东居留这条路吧？可是股东就是要开公司吧？那前期投入怎么办呢？要租办公室请员工呢？这是不是又离普通人很远呢？很多人一直被投资移民的概念框住了。如果看完整个制度，会发现它更像是创业居留。萨尔瓦多真正看的不是投资金额有多大，而是有没有成立一家真正存在而且持续运作的公司。有点类似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啊。是的，重点不是要当大老板啦，而是当一个真正的老板。嘿，老板，来2碗拉面，这种老板吗？如果按照移民法以及移民局的申请表来看，主要条件有3个：第一，在萨尔瓦多成立公司；第二，成为公司的股东；第三，公司的股本至少1万美元。符合条件就可以依照公司股东的身份申请临时居留了。等一下，股本1万美元，是不是说要先把1万美元交给政府呢？别误会哦，那1万美元不是申请费，也不是押金，更不是买居留权了。
那是给公司的股本，也就是公司的运营资金。例如租办公室、买设备、买货等等的日常运作都可以使用。那就是放在公司账户慢慢花呗。没错，如果今天公司成立完，银行没有交易、没有生意、没有报税、没有任何活动，那移民局很自然就会问一句：这家公司真的存在吗？所以重点不是银行户头有没有1万美元，而是不要弄成提包公司咯。举个例子，假如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可以做顾问、做国际贸易、品牌代理、网络接案也行。如果公司本身是经营民宿或者出租房，也可以持有相关资产。重点不是做哪个行业，而是真的有收入、有支出、有报税。所以不一定要做大茶饭，小生意都行咯。按照一些当地律师的分享，很多申请人会是老板，也是员工，左手发薪水，右手领薪水，然后缴税买保险。很多自由接案者都是这样经营自己的公司了。原来是自己雇自己的模式啊！如果只有我一个员工也可以吗？这种模式在不少拉美国家都很常见，只是在萨尔瓦多，它是透过公司股东居留来完成，而不是像秘鲁那样透过工作签证的方式。这样算下来成本就不止1万美元哦。如果公司赔钱怎么办呢？真正维持的成本是每个月的会计、公司报税、银行往来，还有自己薪资所得税以及保险了。换句话说，1万美元只是公司的出生证明，真正的考验是公司有没有生命力啦。没错，这种签证的有效期最长给2年，续签的时候自然要看公司还在不在了。第一次拿居留是法律问题，如果想要续居留，甚至未来申请永久居留，那就是如何经营生意的问题了。来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萨瓦多为什么会让外国人成立公司再申请居留呢？毕竟只来1万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意图很明显，萨尔瓦多真正想吸引的不是把钱放进银行拿利息的人，而是愿意留下来做生意、创造工作、交税，让经济产生流动的人。很多国家是看申请人有多少钱，萨尔瓦多更在意的是会不会留下来做点事情。原来不是买居留，是开公司啊！如果只是把一笔钱放在银行，那对当地经济的帮助会比较有限。但是一家真正运营的小公司，可能会租办公室，会请会计，要买设备，很可能还会请员工，这样就比单纯的银行存款能带动的金融活动会更多吧。有点道理，但为什么之前很少听人推荐萨瓦多呢？听说现在是中美洲治安最好的国家哟。确实如此，以前想要维持临时居留，每年大概要住满9个月，所以只能吸引想要移居搬家的朋友。如果要经常出差或者跑来跑去的人，那在时间上弹性空间就变得很少了。对呀，很多人看到这个规定就直接跳过了，考虑其他国家咯。不过自从2026年开始，萨尔瓦多修改了维持临时居留权的居住要求，从原本每年至少住9个月，大幅降低成每年只需要停留90天，可以一次住满，也可以分开累积。那么是不是以后每年都要一直续临时居留吗？通常连续持有3年之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，不过这不是时间一到就自动升级的那种。如果想要拿永久居留，就要看这几年公司有没有在经营，是否符合90天的居留要求等等条件了。3年拿永居，这时间放在拉美来说不算很多。没错，重点是每年90天的新规定，以前要住满9个月，等于是要搬家。现在只要90天，有点像长期度假了。这样的新规定相当于鼓励大家为自己的人生多准备一个落脚点吧。看来萨瓦多占据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，可以吸引一些不是想要马上移民，但又想轻松维持多一个合法居留权的人呢。对呀，现在的工作可以远距，公司也可以跨国运作，收入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国家了。
萨尔瓦多的政策像是告诉大家，只要能替社会创造价值，就给予合法的居留身份。这不是买卖，而是价值的体现。所以今天最大的收获应该是知道了萨尔瓦多有1万美元的投资居留这条路吧。我觉得是把萨尔瓦多投资移民的2条路分清楚了。如果是大老板搞大企业，看的是投资法160万美元门槛的那种；如果是普通人小公司创业，移民法就有投资1万美元的路径。虽然2种都算是投资拿居留了，但萨尔瓦多法律上定义的投资者应该是投资法的那种吧。总之能拿到居留权就好了，投资者只是名字而已啊。没错，移民最怕不是门槛高，最怕是看错地图，走对的路很重要哦。我觉得吧，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移民，但都值得为自己多准备一个选项吧。你觉得投资移民萨尔瓦多怎么样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收获，可以使用 YouTube 超级感谢请我们喝杯咖啡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乔乔，拜拜。